旁，但是经过我仔细的检查，发现驾驶座后备箱空空如也。这一刻，我意识到叶青青身上有一个可怕的秘密。难道说她有空间？叶青青找物业花大价钱租下了200平的闲置仓库，理由是自己做生意存放货物，要求物业进行保密。我跟在他1米远的身后，听着他喃喃低语：嘿嘿，我的空间有限，仓库可以储存多余的物资，还能免于暴露具体地址。难道真的有末世？但从国家内部目前掌握的各种情报来看，没有异常板块运动，没有极端天气发生，更没有致命生化实验泄露。正当我推测叶青青所经历的末世类型时，特勤科队长木川的通讯忽然打了过来：小将，你最近休假休得怎么样呀？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，那头又絮絮叨叨起来。我看你今天吃了一份鸭血粉丝汤，一份肥肠卤面，一份北京炸酱面，还有一份西红柿鸡蛋浇汁盖面。年轻人暴饮暴食不是好习惯啊。今天我跟踪叶青青获取情报时用的工卡消费，所以特勤科那边有相关的记录。我清了清嗓子，语气凝重地开始报告：老大，我在 A 市发现了异常情报，有一个叫叶青青的似乎从末世里重生了，我怀疑他还拥有隐藏空间。100多份有汤的面条消失在车上，而且还不怕坨掉，他的空间应该有特殊储存功能。闻言，木川沉吟几秒：小林啊，是不是在特勤科工作压力太大了？你们年轻人爱看点什么末世重生小说我理解，但你也别太当真。我对末世的猜测确实有些天马行空，缺乏确凿的证据，所以我必须继续观察。队长，有事挂了。第二天，叶青青租了辆大货车，然后开着货车来到建材市场，从早跑到晚，偌大的市场被他跑了个遍。我伪装成搬运工人帮他装货上车，听到了他满意的在那里嘟嘟囔囔：嘿嘿，分散着买，肯定不会被发现异常，谁会那么无聊管我买了什么呢？幸好有空间，神不知鬼不觉装东西方便极了。等他拉着满载的大货车回家，我找上了其中一家五金店的老板。老板，刚才那个女生在你们这里买了什么？本来做成大单生意的老板瞬间起了警惕心，这是隐私，我是肯定不能泄露的。下一秒，我亮出了官方证件，老板立马递了一份货物清单给我，然后又将手机递了过来。屏幕上是一个五金店店主的大群，群里全是五金店店主在聊天。兄弟们，我出大单了！今早有个小丫头来我这儿买了一大批保温墙体材料，她也来我这买了，订了燃烧型壁炉、取暖器、太阳能电板还有发电机。你们说她这是要干啥嘞？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是有个妹妹找我低价要了遮光窗帘、隔音棉，还来问我能不能装电网和防弹玻璃呢。群里大家你一嘴我一嘴，瞬间把叶青青的保密物资工作扒了个干净。保温、避暖、壁炉，难道是极寒类型的末世？同志，我们早就发现这个人很可疑了，而且他那个大货车贼邪门，东西一搬上去到了下家店了就不见了。要是危险分子，你可一定要抓住他。我点了点头。等我赶回小区时，正好看到叶青青在仓库门口卸货。我悄悄地躲到暗处，只见叶青青小手一挥，瞬间把货车上的货物收进了空间里，再小手一挥，便将货物转移至仓库。